今天我要用豆干、黑木耳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， 欢迎来到 Kristin Wong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，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？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，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豆干、黑木耳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5片的豆干。我今天买到的是这种白色的盐味豆干。我请教了卖豆干的阿姨，她说有原味豆干、盐味豆干，还有五香豆干。看大家喜欢什么口味的豆干，都可以拿来搭配。现在先来把豆干切片，把豆干排整齐。换个方向，来切成小丁。把豆干放入盘中，准备1片黑木耳，放入碗中，倒入温水泡软。准备3朵干香菇，用温水泡软。准备1包金针菇，我已经冲洗干净了。金针菇冲洗的时候，可以抓着根部，用流水的方式冲洗。现在把根部切掉，这里切碎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先把红萝卜削皮。红萝卜削完皮后，去掉蒂头，这里切片。红萝卜把它摊平，排整齐后，来切丝。把红萝卜丝放入盘中。这颗豆薯重500克，先来给豆薯削皮。豆薯削好皮了，先拿去清洗。豆薯洗干净后，来切片。切到中间，把蒂头切下来，把它站好，再继续切片。取一部分来切丝，把豆薯装入盘中，准备大约3-4块的猴头菇，放入搅碎机里，搅碎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猴头菇放入盘中，香菇泡软了，先把水分挤干。挤干后，放入搅碎机里，把香菇搅碎。香菇已经搅碎了，把香菇放入盘中。黑木耳也泡软了，好大一片哦。把黑木耳比较硬的部位切掉，这里卷一卷，来切丝。
把黑木耳放入碗中，锅内放入一些油，油热了之后，放入金针菇炒香，来回不停的翻炒，尽量把锅边的金针菇往内推，把金针菇炒至焦香。炒到金针菇变成焦黄色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把它沥干油，取一个碗，放上滤网，把金针菇的油沥出来。金针菇的油炒菜会特别的香。用回原本的锅子，开中火，把香菇和猴头菇炒香。炒到闻到香菇的香气后，可以放入红萝卜了。拌炒一下，可以放入一些水。放入一些水，让红萝卜炒软。红萝卜变色后，放入豆薯、黑木耳，还有豆干，快速的拌炒。拌一下，可以再补一些水进来。大约略炒一下，可以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酱油，1茶匙的玫瑰盐，半茶匙的2砂糖，1茶匙的白胡椒粉。把调味料炒匀。这时候可以放入金针菇，快速的拌炒。炒馅料要炒得够火，这样子馅料才会香香的。馅料炒香后，就可以先关火，让它变凉。馅料炒好了，不要炒得太湿哦。干干的，先放旁边放凉。接下来准备170克的再来米粉，还有35克的木薯粉。现在先来过筛，把粉先集中在一碗，已经过筛好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放入300cc 的水，1汤匙的油，1茶匙的玫瑰盐，把盐和油搅拌均匀，盖盖子让水煮滚。水滚了，放入过筛的面粉，关火，把粉和水搅拌成团。搅拌至像这样子的程度，有大块的成团状后，放入搅拌器里面。准备一个马克杯的冷开水，缓缓的倒进搅拌器里。我放了半杯的冷开水，可以了。虽然看起来有点黏，但没关系，已经成团了。现在先来把秤包上保鲜膜，
等下称小面团的时候就不会粘连到秤了。再来准备1碗的再来米粉当手粉，垫子上撒上一些再来米粉。搅拌好的面团要用湿布盖着，这样子才不会干掉了。取一个小面团，称30克1球。面团很黏，记得沾点粉，搓一搓，先搓成圆球状。搓成圆形后，手再沾些粉，搓一个洞，用食指和大拇指搓成一个碗的形状。这时候碗的形状是要有深度的。按压到一半的时候会粘手，再沾一些粉。把深度做出来后，再用2根手指头按压碗的边缘，口径比较大之后，可以用3根手指头按压，按压成像这样子一个碗的形状。现在可以放馅料了，加一些馅料到里面。接下来把左右两侧折起来，轻轻的往内折，像这样子做成一个元宝的形状就完成了。我做了17个的客家菜板，做的过程中要一面做一面把菜板盖上保鲜膜或是干布，防止客家菜板变干。取一个大蒸笼，里面放水，大火煮滚。在等水煮滚的同时，我们来把蒸笼铺上粽叶。这粽叶是那天做台湾藕粿条剪下来的，可以把它铺好。剩下的地方再用其他比较长的粽叶铺满。接下来在粽叶上刷上一层金针菇的油，全部都刷上一层金针菇的油了。现在把客家菜板摆上来。我摆好了，水现在也滚了，我们拿去蒸咯。水滚后上锅，转大火，盖盖子蒸15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蒸熟了，可以关火，把客家菜板夹出来。在客家菜板上涂上一层金针菇油，哇！客家菜板完成了。小时候，阿嬷常做给我们孙子吃。阿嬷在做客家菜板的时候，我都会在旁边想要学着捏，做了很多都很丑或是破掉的，她都不嫌弃。长大一点后，换妈妈做给我们吃，我一样又凑上一脚想要捏。妈妈总是开玩笑说，做得丑的要自己吃掉。这些点滴让我现在在做客家菜板有着很多的回忆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。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